我生日那天，亲眼看见闺蜜和我男友上了床。原来顾北凡和我在一起是为了我的家产，他们不惜害死了我的家人，将我放火烧死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22岁那年。顾北凡，这辈子我要你付出代价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黎黎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我回过神来，抬眼看见顾北凡手里拿着资金转让书。前世，我一心一意扑在顾北凡的身上，我帮助他创业，给他周转资金，甚至带他去各种晚宴，接触大人物。顾北凡也高调官宣我们之间的爱情，让我们一瞬间成为了京都的焦点。我顾北凡一生只爱苏茉离，我要娶苏茉离。我当时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抱住了顾北凡。北凡哥哥，我也爱你。我本以为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，步入婚姻的殿堂，直到那天，这一切都被打乱了。那天闺蜜回国，我毫不顾忌地向顾北凡介绍她。菲菲，你快来，北凡哥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最好的闺蜜。菲菲她之前一直在国外，这段时间才回国，我就想着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结果温若飞一开口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你好，北凡哥哥，我是菲菲。顾北凡握住了温若飞的手。你好，菲菲。我本以为两个人都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，一切都是他们在骗我。温若飞在温家并不受宠，他妈妈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我跟爸妈一直把她视为亲女儿一样对待。没想到温若飞不仅不感恩，还联合顾北凡报复我们家。我亲眼看见我的好闺蜜和我的男友狼狈为奸，被我抓包之后，她非但没有愧疚，还挑衅我。温若飞凑到我耳旁嘲讽道：黎黎，我跟北凡哥哥是真心相爱的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留不住男人。顾北凡也慢悠悠穿起裤子看着我：黎黎，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都不让我碰，可菲菲不一样，菲菲比你更懂得怎么讨我欢心。我看着他们这对狗男女，恨不得杀了他们。你们恶心，真让我恶心。没有我，你们俩什么都不是。温若飞扇了我一巴掌。苏茉离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清高的样子。从小别人眼里只有你，没有我。我在他们任何人眼里就只是你苏大小姐的一个玩物。没想到最后你爸妈连个财产都不分给我，要是分给我，或许我还能饶了他们一命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温若飞。你说什么？我爸妈是你杀的？温若飞搂着顾北凡。不然，你以为好端端的他们的车怎么会出现故障？你呢，就好好享受我跟北凡哥哥送你的生日礼物吧。在我24岁生日这天，我的闺蜜和我的男友活活放火将我烧死，故意伪造我失手点燃地毯的假象，结束了我的一生。我从前世的回忆中缓过神来，顾北凡还在一声一声地喊我：黎黎，黎黎，你怎么了？是合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22岁那年，顾北凡的公司因为资金链出现了问题，我与他签订了资金转让协议，给他弥补上了10亿的缺口。顾北凡承诺我，等公司好转之后，就马上娶我。可事实上，他没有做到。不仅这样，他的公司还涉嫌偷税漏税。这一事，我冷眼看着顾北凡。北凡哥哥，这个协议我不能签。顾北凡先是小小的顿了一下，紧接着问我：为什么呀，黎黎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现在我的公司遇到困难了，你为什么不帮我？你难道不爱我了吗？我装作委屈的样子，
北凡哥哥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协议让我们之间变得生分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哪还需要什么协议呀？北凡哥哥，要是不相信我，我走就是了。我站起身准备走，顾北凡见状，赶快起身拉住我。黎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签协议不是有更好的保障吗？我低下头，装作委屈的样子。北凡哥哥，是不信任我吗？顾北凡慌张地抱住我。怎么可能啊，黎黎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。最后他不舍得把那张合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恶心地坐在顾北凡腿上。北凡哥哥真好，摆脱他以后，我连夜买了车票回到了老宅，思绪万千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前世的场景。顾北凡，你欠我的，我一一向你讨回来。我推开门，就看见爸妈坐在沙发上。黎黎回来了，我抱住了妈妈。妈妈，我好像想你。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妈妈和爸爸看见这情形，慌忙地给我擦眼泪。我的黎黎怎么了？这是谁欺负你了？我摇摇头，没有了，就是太想你们俩了。爸爸摸摸我的头，傻孩子，要是想我和你妈了，就回来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天色稍微渐晚，坐在沙发上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今天好像顾家会办一个慈善晚宴，前世温若飞从中作梗，将顾北凡女伴换成了他，还给我出馊主意。温若飞拿着一套不堪入流的衣服放在我的桌子上。黎黎，顾家主母不喜欢华丽的衣服，你要是穿这套去，恐怕会给主母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我当时鬼迷心窍就答应了，将身上那套昂贵的礼服换成了休闲服装。结果一进场，所有人向我投来异样的目光，还窃窃私语。不仅被顾家主母痛骂一番，顾北凡还让保安把我赶了出去。而挑唆我的温若飞却穿上了原本属于我的礼服，大放光彩。想到这，我就气得牙痒痒。看我今天不闪瞎你的狗眼！我叫来了全球顶级的化妆师和造型师 Tony， 我要能震惊全场的那张造型。Tony 拿着化妆包给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我保证黎黎，你今天一定是全场最靓的仔。金碧辉煌的大门外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一群记者围在一辆劳斯莱斯的周围，看这架势，车里面坐的应该是个大人物。我刚想挤进去，谁成想根本没有落脚之地。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：“顾承彦下来了。”顾承彦，我记得好像是顾扎的二叔吧。我心里想着，浑然不知顾承彦已经走到了我面前，向我伸出了手。顾承彦一脸宠溺地看着我。苏小姐是打算一直站在这里吗？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被顾承彦拉着手走了进去。顾北凡看见顾承彦来了，刚想上前一步，转头就看见我站在他身边，上前把我拽了过去。黎黎，你怎么跟我二叔在一块？我软绵绵道：“北凡哥哥，我只是碰巧遇见你二叔了。二叔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苏茉莉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，顾承彦的眼底似乎闪过一丝失望。顾承彦点了一下头就走了。远处的温若飞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握紧了手中的酒杯。苏茉莉，今天晚上我有你好看的。转过头，他又换了一个温和的眼神看向我。黎黎，你也来了？我反问他。菲菲，听你这意思，我不能来。温若飞迅速换了一种状态。怎么会？只是我不是跟你说了，顾家主母不喜欢太过招摇，你怎么还穿成这样？我轻笑了一下。晚宴不就得穿成这样？更何况，菲菲，你都穿成这样花枝招展的了，我不能吗？还是你想让我当众出丑啊？温若飞提高音量。黎黎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？
我们可是好闺蜜呀！全场宾客的目光被吸引过来，顾北凡走过来，第一时间不是走向我，而是走到了温若飞身边。菲菲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眼见温若飞要装绿茶，那我只好以毒攻毒。我抹了一下眼睛，北凡哥哥，菲菲她要让我当众出丑。她说顾家老夫人不喜欢我，让我赶快给她腾出位置。还说温若飞见状赶忙解释，我没说过这样的话。北凡哥哥，你要相信我呀。此时一个声音传入了众人的耳朵，嚷嚷什么呢？当我顾家是什么地方？是顾家老夫人出来了。老夫人指着我，不怒自威。你继续说。我茶言茶语，我知道我配不上北凡哥哥，但是菲菲你也不能说老夫人。说老夫人死了之后，顾家的财产都是北凡哥哥的吧？还说等北凡哥哥成为顾家掌权人的时候，就让我们苏家滚出京都。温若飞上来就要打我。不是的，你血口喷人，我根本就没有这样说过。突然一个手掌挡在我面前，温若飞，你可以滚了。来人，把他扔出去，别脏了奶奶的眼。是顾承彦。温若飞被几个黑衣人架了出去，嘴里还骂着苏莫离，你不得好死。我盯着温若飞，嘴角上扬。温若飞，咱俩的账慢慢算。晚宴结束后，我找到了顾承彦。二叔，咱们做个交易吧。顾承彦挑眉，什么交易？我拿着酒杯凑近顾承彦，与他只有半米的距离。我要温若飞和顾北凡那对狗男女身败名裂。二叔，你想要什么，在我力所能及之下，我都可以给你。顾承彦一把把我搂进怀里，在我耳边低语，那我要你。顾承彦的眼神很疯狂，仿佛随时都会突破束缚，喉结在慢慢滚动。昏暗的灯光下，顾承彦抬手扣住了我的后脑勺，另一只手箍住我的腰。我紧紧地贴向顾承彦，我没想到他会疯狂到如此地步。顾承彦很有力量，将我轻轻一带，便牢牢地把我压倒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顾承彦将我的双手举过头顶，我微微抬头，将唇凑了上去，无止境的幻想，血液在沸腾，心脏在狂跳。顾承彦想要得到我的念头，在这一刻破体而出，他狠狠地亲了上来。床上、浴室里、沙发上，谁懂我这一晚上的痛苦啊？清晨，一缕阳光照进房间，我揉着酸痛的腰起身。造孽啊！我惹他干嘛呀？我看了看四周，发现空无一人。呵呵，狗男人，睡完就跑。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日期，23号，今天居然是23号。我记得前世就在今天。温若飞给我下药，让老男人玷污了我的清白，导致顾北凡厌弃我。但是碍于我是苏家长女的身份，并没有挑明，只是长期对我冷暴力，让我患上了抑郁症。说曹操到。温若飞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喂，黎黎，今天晚上时尚总监王总想跟咱们苏家合作，我刚回国，对业务也不是特别熟悉，今天晚上你陪我一起去呗。我听着温若飞那恶心的夹子音就想吐，强忍着恶心。好的，菲菲，记得打扮漂亮点哦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看着包厢里的肥头油腻大叔，一想到温若飞要把我送上他的床，就已经在心里骂他祖宗18代了。温若飞看见我站在门口，赶忙向我招手。黎黎，我走过去，放下包。王总你好，我是苏莫离。这个中年大叔上下打量着我，不知道的以为我跟他相亲呢。小苏总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温若飞从服务员手里拿过来2杯酒。来，黎黎，
陪王总喝一个。我接过酒杯，一饮而尽，因为我知道这杯酒是干净的。怎么回事？头好晕啊！温若飞扶着自己头说道。我站起身，看向王总。王总好玩。出了包厢，我找到那个服务员，给他一叠钞票。干得不错，奖励你的。我看着包厢里面那不堪入目的场景，拍了几张照片，匿名发给了狗仔。温若飞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好好享受我送你的第2份大礼吧。本来完成这件事情，心情愉悦的我，一转身就看见顾承彦站在旁边，瞬间给我吓死了。嗨，二叔！心虚的我想逃跑，被顾承彦抓了回来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二叔管的有点多了吧？我是你什么人啊？顾承彦凑近我，咬住我的耳朵。你说什么人？我赶紧保持距离。二叔，我是你侄子的女朋友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保持距离的。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顾承彦抱起我，我这人就喜欢强好夺，我拼命挣扎。顾承彦，你放开我！你混蛋！顾承彦把我放在洗手池上，拽掉领带，温热的唇贴近了我。他顾北凡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拥有你？苏莫离，你记住，是你先招惹我的，一辈子也别想离开。顾北凡气冲冲地拿着新闻找到温若飞。温若飞，你个贱人，背着老子跟其他男人上床是吧？温若飞身体颤抖了一下，全身紧绷。不是的，北凡哥哥，你听我说，都是苏莫离那个贱人给我下药。温若飞跪下抓住顾北凡的裤腿。北凡哥哥，你相信我。顾北凡扇了他一巴掌。妈的，背叛老子，有你好果子吃！温若飞心头强烈的恨意涌上，这仇恨如同潮水在胸中汹涌起伏。苏莫离，你给我等着！阿替，我揉了揉鼻子，有人想我了。顾承彦身穿浴袍，从浴室里走出来，勾了勾唇角，靠在墙上。是啊，谁在想我家里里啊？不会是我吧？我笑着站起来，双手双脚缠在顾承彦身上。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等我回来。黎墨集团内部消散混乱，前世我一心一意扑在顾北凡身上，甚至不惜将爸爸妈妈给我留下的黎墨集团拱手相让。我一袭黑色长裙，裙摆迤逦多姿，外罩一件白色披肩。办公室里的人看着我，不禁窃窃私语。陈秘书拿着顾北凡的投资项目书跑过来。小苏总，这是顾先生公司的投资项目书，您看什么时候签一下？我看着这像垃圾一样的项目书，扔了吧，我们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哦，对了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陈秘书小心翼翼地问我，您确定扔了吗？我用不屑一顾的语气，扔了。陈秘书你坐，我叫你来没别的事情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下，从今天开始断绝与顾北凡公司的一切商业往来。陈秘书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小苏总，您认真的吗？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。当然，我知道我以前被猪油蒙了心，干出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，从今往后不会了。你出去之后也告诉其他同事，让他们安安心心工作。我给全公司的人买了小甜品，以表我的歉意。陈秘书听到这个消息，不可思议地看向我。小苏总，您真的看清楚那个渣男的真面目了？当然。陈秘书双手合十，谢天谢地。我莫名被戳中了笑点。好了，快出去工作。我看着外面的同事，一个个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就知道，我以前有鬼迷心窍，会为了渣男苛责他们，可从今往后不会了。手机铃声打破了宁静。苏莫离，你什么意思？一看，居然是渣男的电话。
我便马上换了另一种声线：北凡哥哥，不是我要跟你终止合作的，是你的公司已经被爆出偷税漏税，我还在等你的解释呢。顾北凡不耐烦的：苏莫离，你别给我扯有的没的，合作我劝你马上给我恢复过来。我樱唇轻启，娇软甜腻：北凡哥哥，我实在没有办法的，要不然你还是先去处理一下吧。说罢，我没给顾北凡说话的机会就挂断了。我把玩着手机，哎呀，顾北凡呐，顾北凡，我这只是刚开始给你一点小小的施压，怎么就受不了呢？我一想到顾北凡在手机的那头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就想笑。漆黑的夜，霓虹灯闪耀，亮如白昼，街道车水马龙。顾承彦安静地站在车前，眼睛注视着门口。顾承彦听见我的声音，顾承彦迅速抬起头向我走来。走近一看，才发现顾承彦手里拿着我最喜欢的满天星。送你的。顾承彦的语气还算温和平静，拽着我的手臂，将我揽入怀中，下巴搭在我的颈窝。我携满天星辰以赠你，仍觉漫天星辰不及你。与顾承彦分别，我抱着花束回到家。顾北凡，你怎么在这？顾北凡看见我，就像饿狼扑食一样，冲上前抓住我的手腕。苏莫离，你是要毁了我吗？你不是想和我结婚吗？如果是因为这个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恢复合作，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？我不耐烦地甩开顾北凡。顾北凡，你听清楚了，我苏莫离不喜欢你，也希望你以后可以识相滚远点。顾北凡像看见什么一样，你这束花谁送的？苏莫离，你外面有野男人了，怪不得从来不让碰，原来养野男人了。说着，顾北凡就要伸手把花夺走，一个纤细骨节分明的大手挡了下来。野男人就是我，你有意见吗？顾北凡吓得跪在了地上。二叔，别再来招惹黎黎，否则顾北凡你知道的，我可以废了你。顾北凡听见这句话，支棱起来了。爷爷不会同意的。二叔，就算现在顾家是你掌权，你也不能废了我。顾承彦抓起顾北凡的衣领，你可以试试。顾承彦心疼地看着我被抓红的手腕，疼吗？我摇摇头，不疼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再晚来一会，不知道顾北凡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。顾承彦把我抱在怀里，黎黎，你放心，我会让欺负你的人付出代价。我希望时间可以定格在这一刻，只有我和顾承彦的这一刻。黑暗的地下室里，顾北凡被挂在墙上，顾承彦坐在顾北凡的前面，把玩着匕首，哪只手碰的他？顾北凡不可思议地看着顾承彦，二叔，你真要为了那个贱人废了你的亲侄子吗？顾承彦轻笑一声，我做事向来一贯如此，不然。顾承彦拿着匕首在顾北凡的身上游走，你以为我凭什么到这个位置的？苏莫离是我的，他也永远只能属于我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知道你去找他，别说爷爷了，谁来了你都得死。顾承彦把匕首插在顾北凡背后的墙上，顾北凡肆意疯狂地笑。二叔，你说苏莫离知道你是个疯子吗？他就算知道，我也不会让他离开我。顾北凡吐了一口唾沫，呸，那你恐怕不知道，苏莫离爱我到死，哈哈哈哈。顾承彦大手一挥，就有几个黑衣人把顾北凡架起来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成全你。跪下，逆子，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而伤害你的亲侄子。顾承彦站在顾海昌老爷子的前面，爷爷，是您说的，到这个位置不能心慈手软，他顾北凡动我的女人，我就不能动了他吗？顾海昌不分青红皂白，北凡再怎么糊涂，他也是你侄子，
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不能。爷爷，你警告他，再动一次，我作为顾家掌权人，有权利清理门户。顾海昌气得直跺拐杖。程燕，你……清风习习中飘荡着一股清香的芬芳，让人心情无比舒适。我走在公园的小道上，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就想跟顾程燕在一起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顾程燕的电话。喂，顾总，现在有没有空啊？可不可以陪你的亲亲？话音未落，手机掉在了地上。电话那头的顾程燕发觉不对劲。黎黎，黎黎，你怎么了？黎黎，顾程燕知道我出事了，你马上给我定位苏莫离的位置。在恍惚中，我感到自己仿佛从一个噩梦中苏醒过来。哟，醒了！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。温若飞，顾北凡，你们想干什么？顾北凡掐着我的脖子。苏莫离，你个贱人，用了什么迷魂药勾搭上我二叔？你看看，我身上这些都是拜你所赐，因为你，顾程燕要对我赶尽杀绝。他顾程燕凭什么防我跟防贼一样？我是他侄子啊，亲侄子，连顾氏集团都不让我进，他算哪门子叔叔啊？温若飞在一旁幸灾乐祸。苏莫离呀，苏莫离，要怪就只能怪你太该死了。不过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物。看到周围这几个混混摩拳擦掌，我就知道温若飞要干什么了。温若飞，你今天要是玷污了我，顾程燕不会放过你的。温若飞的嘴角挂着不屑的冷笑。你放心吧，顾程燕找不到这的。况且顾程燕要是知道你没了清白，还会要你吗？我的泪水划过眼角，无声无息。温若飞，顾北凡，你们俩不得好死。温若飞抚摸着我的脸，你呀，还是好好享受吧。随后，温若飞给了旁边这几个混混一叠钞票和一个录像机，上了它，别忘了录下来。我恐惧地看着他们朝我走来，周围的一切仿佛要把我吞噬掉。迎面而来的是无尽的黑暗。顾程燕，顾程燕，救我！顾程燕，你在哪？小妹妹别怕，哥几个今晚好好伺候你。砰！工厂的门被人踹开了。顾程燕，是顾程燕来了。顾程燕看见我被绑在椅子上，疯了一样向我走来。大哥饶命！大哥！顾程燕当胸一脚，狠狠地踢向那几个混混，将那人踢得倒飞出去，又猛然一个回旋，单腿横扫，冲向我，把我的绳子解开。顾程燕看着我浑身上下的伤疤，轻轻抚摸我脖子上的恶痕，把他们全部给我送进去。我让他们一辈子都在监狱里面赎罪。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身上的裙子破烂不堪，发丝撩拨着沾血的白颈，光线斑驳。我的脸色惨淡如霜，神色有一丝茫然。我歪了歪头，顾程燕，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我的声音微颤，渐渐消失在这黑暗里。苏莫离，顾程燕一把抱住我，叫救护车。再次醒来，我闻见一股刺鼻消毒水的味道。我偏头看向熟睡的顾程燕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触摸吵醒了顾程燕。黎黎，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去叫医生。我连忙抓住顾程燕的手，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温若飞和顾北凡涉嫌绑架、杀人未遂，已经被我送进去了。顾程燕捂住眼睛，泪水从指缝间淌下，我有点不知所措。顾程燕，你哭什么呀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苏莫离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？我看见你的时候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把顾程燕的头捧在手心。顾程燕，你想不想娶我？顾程燕听到这句话，猛然抬头。黎黎，你说什么？我凑上前，亲吻在顾程燕的唇上。顾程燕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
当然，我看着手里的红本本，满足感萦绕在心头，继而沁出几丝甜意。顾承彦把我圈在怀里，顾太太一辈子都不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属于我们的故事走到了尽头，但爱情的旅程却永远不停歇。我想上天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是为了让我可以改写悲痛的遭遇，也是为了遇见更好的他。在这个星空闪烁的夜晚，我们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，共同度过每一个日落和黎明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